巴菲特是一个睿智的投资家，商业巨头，也是享誉全球的投资家，也是波克夏海瑟威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投资经验和智慧，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名言。今日我们来看投资和理财的5句名言。风险来自于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巴菲特说风险来自于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时，这句话充满了深意，强调了在投资和理财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原则。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句话背后的含义，以及它如何反映在巴菲特的生活和投资哲学中。他提醒我们，在进行任何投资决策时，充分了解和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不了解你所投资的公司、行业或资产，就像是在迷雾中前行，可能会导致不明智的决策和风险。巴菲特的投资成功，正是建立在深入了解企业和市场的基础上。这句话强调了知识、了解和透彻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在决策中避免陷入盲目行动的风险。让我们通过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来解释这个观点，并与巴菲特的人生经历联系起来。假设有一个名叫小明的年轻投资者，他听说某家公司的股票价格正在快速上涨，尽管他对这家公司的业务和市场并不了解，但由于股票的涨势，他决定购买了大量股票。然而很快市场出现了剧烈波动，这家公司的业绩也开始下滑，小明最终亏损惨重。听说却没有去做功课，这是小明最明显的问题。这个案例反映了巴菲特的观点，如果小明在购买股票之前充分了解了这家公司的经营状况、行业趋势以及风险因素，他可能会做出更明智的决策，而不是仅仅受到股票价格的波动影响。与巴菲特的人生经验联系起来，他自幼就对金融和投资产生兴趣，并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他在哥伦比亚商学院学习，深入研究投资策略和价值投资原则。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选择了投资他了解的行业和企业，避免了投资他不了解的领域。这种对知识的重视和对风险的谨慎态度，为他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巴菲特这句名言是在提醒人们，在投资和生意中，要充分了解自己所涉及的事情，避免因为盲目行动而带来不必要的风险。这也是他在长期成功中的重要原则之一。投资是将资金投放到您对其风险和潜在损失有充分认识的领域，而不是那些可能导致你损失的领域。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在投资时应该专注于那些我们有充分了解且有信心能够获得回报的领域，而不是盲目跟风或投资于我们不理解的事物。这是因为投资不仅仅是赚钱的游戏，而是需要深入研究和理解的活动。如果我们投资于我们不了解的领域，就像是在赌博，风险会大大增加。让我们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更好地理解这个观点，同时将这个观点与巴菲特的投资经验联系起来。回顾巴菲特早年投资经验，巴菲特在1960年代初期投资于纺织业公司。当时纺织业是一个相对传统的行业，纺织业本身在当时已经面临着竞争激烈、低利润和市场变动的困难。虽然纺织业在购并时被认为是一笔划算的交易，但事实证明，这个行业的问题无法轻易解决。纺织业遭遇了生产成本上升、劳工问题以及国际竞争等挑战，最后
导致业绩下滑。巴菲特对这次投资抱有极大的期望，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尝试挽救这家纺织厂，包括削减成本、改善生长流程等，但最终未能扭转局面。纺织业的困境让他了解到自己在投资中的局限性，以及需要转变投资策略的必要性。在未来的漫长投资生涯中，巴菲特逐渐转向了价值投资的理念，专注于投资那些他深入研究且有信心的公司，而不再追求投资规模的扩张。他将这次纺织业的经验视为宝贵的教训，并在投资决策中更加谨慎和深思熟虑。总的来说，巴菲特诟病纺织厂的经营是他投资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教会了他许多关于企业运营、产业环境和投资策略的宝贵教训。另一个案例是巴菲特的科技投资 IBM。在2011年，巴菲特的波克夏海瑟薇公司开始逐步购入 IBM 的股票，最终持有了大量股份。然而，这次投资并不成功。随着科技行业的快速变化， IBM 在业绩和市场地位上遇到了困难，导致其股价走低。巴菲特后来承认他低估了科技变革对 IBM 的影响，并在2018年逐步减持了波克夏海瑟薇对 IBM 的持股，最终退出了这个投资。还有一个例子是在1983年，巴菲特购入了一家名为康斯坦普的电信公司。然而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对这个行业不够了解，而且该公司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他在1985年出售了这些股票，虽然也赚了一些钱，但他后来坦诚这次投资是一个错误。这些经历让巴菲特更加坚定了投资原则的重要性，即只投资于真正理解且具有信心的领域。我们购买公司而不是股票。这背后的思想是，我们应该专注于了解和评估一家公司的商业运营、价值和前景，而不仅仅是关注股票价格的波动。当巴菲特在1988年购入可口可乐的股票时，巴菲特注重的不仅仅是其股票的价格波动，而是专注于了解该公司的商业营运、品牌价值和长期的远景。符合巴菲特对价值投资的理念，即投资应该基于对公司的全面了解和评估，而不仅仅是追求短期的利益。在那个时候，可口可乐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饮料公司，拥有广泛的市场份额和坚强的品牌价值。巴菲特相信，尽管市场可能会有起伏，但长期内这家公司的价值将会逐步体现出来。因此，巴菲特购买可口可乐公司股票的动机，是因为相信这家公司本身具有稳健的基本面和长期的增长潜力。巴菲特的投资策略并不是追求短期的波动，而是着眼于长期投资，且持有了这些股票多年。这是因为巴菲特相信，透过深入研究和理解公司的商业运作，可以抓住其持续增长的机会，实现稳健的回报。这次投资最终取得了成功的结果。可口可乐公司在未来的几年中实现了业绩增长，其品牌价值和市场地位也不断提升。这个案例证明了巴菲特购买公司而不是股票的原则的价值，即投资应该基于对公司基本面的了解，并在长期持有中实现价值的增长。在投资中，时间是你最好的朋友。想象一下，你在沙滩中建立一座沙堡。当你开始时，你只是用沙子和水一点一点地堆叠起来，看起来可能还不是很稳固或壮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持续地添加材料，雕琢细节，
沙堡逐渐变得壮丽且令人难以相信。最后你会看到了一个精美的沙堡，所有的努力都得到了回报。在投资中，情况也是类似的。起初你可能投入一些资金，但不会立即看到显著的回报。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如果你能够持续投入资金，关注投资的发展，就像持续添加材料和雕琢沙堡一样，你的投资有机会逐渐变得更有价值，带来更大的回报。在市场的短期波动中，我们看到了长期的机会。这句话揭示了巴菲特对于投资的长期观点和价值投资策略的精髓。在股市中，短期间的股价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这可能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市场情绪、经济数据、政治事件等等。然而，这些短期波动并不应该成为我们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让我们以一个案例来说明这一点。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股市经历了极大的下跌，投资者情绪低迷。然而，巴菲特并没有受到短期市场恐慌的影响，而是看到了长期投资的机会，购入了一些在金融危机中股价下跌的优质公司的股票，相信这些公司在长期内能够恢复和成长。当时2008年的金融危机把整个市场搞得风声鹤唳，那时候的巴菲特却抓住了一些有趣的机会。他投资了一些公司，这些公司在金融和其他领域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首先，他给高盛进了一笔钱，投资了150亿美金的优先股。这个投资让高盛在危机期间有了稳定的财务基础。然而，他又投资了奇异公司，也是透过30亿美金的优先股。这个举动是为了帮助奇异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还有一个例子是卡夫亨氏公司，虽然不是在危机时间投资的，但也是在这个后来的时期进行的。巴菲特的公司合并了卡夫亨氏，这个投资也是他长期投资策略的一部分。这些投资反映出巴菲特独特的长期价值投资思维。他在市场动荡时抓住了长期的机会，帮助了这些受困难的公司度过难关。这些例子也展示了他在金融危机中的投资智慧和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投资取得了良好的回报，证明了巴菲特对于长期机会的看法是正确的。巴菲特的投资哲学强调投资和长期持有，这需要我们专注于公司的基本面和长期潜力，而不是被短期市场波动所左右。总之，这句话强调了在市场的短期波动中，我们应该保持冷静，专注于长期的机会。这种长期观点需要耐心和坚持，但也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稳健的投资增长，就像巴菲特在投资生涯中所取得的成功一样。在投资和理财的世界，这些巴菲特的智慧箴言犹如明亮的北斗星，为我们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我们深刻领悟到，风险往往源自于我们未曾掌握的领域，因此深入了解、明确计划，将成为我们追求成功的关键。投资不仅仅是为了瞬间的收益，更是将资金投入在我们真正了解且相信的事业中。这些箴言告诉我们不是在投资股票，而是在投资真正的企业。这将为我们带来持久的价值。时间，这位最好的朋友，将伴随我们一同成长，揭示出投资的真正力量。即使在市场波动的浪潮中，我们能够洞悉远处的长期机会。让我们牢记这些智慧，运用于我们的投资和理财之路，继续迈向更美好的未来。